金灵尊在青云镇，木灵族隐居深山，土灵族混迹京城当铁匠。3处线索都对得上，温景然不简单。太热心了，不像好人。他救了我，我愿意信他。灵尊的事先放一放，眼下先查魏慎行的罪证。前朝密函，魏慎行早年私通外敌，中饱私囊，虽非通魔证据，但足够证明其狼子野心。够了。你要去哪儿？进宫，把证据交给陛下。太危险了。万一回不来，你带楚师灵去找其他灵尊。我跟你去。不行，你留在镇虚司。东西留下，人可以走。废，连几个杂都搞不定。你怎么来了？苏清怡让我来的，烦死了。东西被调包了。不可能，只有我知道。内奸，镇虚司里有内奸。证据没了可以再找，人活着就还有希望。魏慎行，他连这里都伸出手来了。上古人族先贤布下镇虚神阵，将玄禁魔族封禁于地底，千年后封印将碎。一瞬之间面色枯槁如老翁，这是什么手段？陛下，昨夜又发3案，死者皆面容枯槁，气息断绝，至今已逾20人。20余人化骨，6扇门毫无头绪，众卿可有良策？臣请重启镇虚司。魏公公已掌禁军，再掌镇虚司，不妥。苏大人信不过咱家。镇虚司须懂镇魔之术，公公可懂。苏卿有人选。沈清燕，半人半玄禁，一族血脉，封印将破，唯他可制衡2族。无稽之谈，这是引狼入室。听说昨晚老张被抬走了，就这条巷子出去的。那小子成天独来独往，谁知道是不是他搞的鬼？你能感知到那股气息，是魔气，玄禁族的魔气。你是何人？镇虚司旧掌事苏玄尘。千年封印已裂，玄禁族即将重返人间。枯荣池接案只是前兆，而你沈清燕是这世上唯一一个身负人族与玄禁混血的半血之身，终结这场浩劫的唯一希望。你该知道真相了。我身上流着魔族的血，我恨了一辈子的魔族。血脉是天生的，善恶是自己选的。你恨魔族，却没有用这股力量害过一个人，这本身就是最好的证明。可我算什么？人不人，魔不魔。乔，你是2族之间唯一的桥，千年仇杀只有你能终结。镇虚司的掌印100年无人执掌，你若接下，便是镇虚司新任掌印使。为什么是我？因为只有你看得见魔气，因为只有你不会被魔气侵蚀，因为你不愿见人死。我见。
听说他是半人半妖，有着魔族的血。滚出京城！我们不要妖魔庇护！怕了？不是怕，是不明白。他们打我的时候，我没还手，可我救他们的时候，他们也不会记得。那你为什么还要救？因为我做不到见死不救。果真是魔气，但这些魔气微弱散散，只有低阶小妖的修为。低端小妖不可能把现场清理得这么干净，有人在替他们遮掩痕迹。所有案发现场的魔气都是零散的低阶的。怎么样？作案手法干净利落，低阶小妖做不到这一点。你的意思是，有人在背后布局，而且这个人对六扇门的查案手段了如指掌，案卷被改过，关键证据被人拿走了。那个掌印使沈清燕，是，已在着手查案。血统不纯的小崽子倒比六扇门有本事。去，把他查过的现场全部清理一遍，一丁点证据都不许留。现场被人动过了，我之前标出的魔气残留全部消失，案卷被替换。能在京城做到这一步的，朝堂里的人，而且位高权重。你就是沈掌印吧？听说你在查那桩案子。你是苏清怡，江湖行走的闲人，会一点治伤的功夫。你身上有灵尊的气息。人须千年恩怨，玄阵裂痕，灵尊传说。所以，我是水灵尊的转世？还不能确定，但掌印对你有反应。那你要我做什么？帮我救那些不该死的人。这才是我认识的镇区司掌印。我们才第一次见，但你身上的气息不会骗人。听说你是个好人。好人？一群，又一个来送死的。镇虚司掌印沈清烟，官府的人，没兴趣。他身上是火灵尊的气息。别怕，让开！这种东西杀了才干净。他没有害人，他是魔，魔就该死。你刚才救的村民里，就没人做过坏事吗？世上没有绝对的好坏，只有绝对的偏见。你够了！你说的对，魔有恶的。你也说的对，不能见魔就杀。那你站谁？我站真相。杀人犯要处斩，但你不能把全城的人都当杀人犯。水灵尊，是我吗？水火双灵尊同时现世，1000年头一回。这两个姑娘，一个杀尽妖魔，一个树及苍生，你打算怎么调和？不调和，水火本来就不该一样。姑娘大恩大德，不耻难忘。难忘。你下手轻点儿！你先看看自己的火。沈公子，你别站中间。没人站中间，水火永远撞不到一起去。
谁要和他撞到一起？再来。白天训练划伤你的，宫里的药治烧伤。谢谢。今天在树林里，没有你带路，我一个人救不了那些村民。没有你开路，我们也杀不出去。嘴上说不入，心已经在了。魏慎行的人清理了所有现场，证据被毁，卷宗被改，现在没有一样东西能在朝堂上指证他。能只手遮天到这种地步，他手里的权力比我们想的还大。废什么话？摸进宫里一刀了事。杀一个魏慎行，还有李慎林、张慎行，要连根拔起，需要铁证。那我们下一步从魔气入手，他通魔勾结玄镜族，总会留下痕迹。魏公公说的没错，新来的小掌印鼻子比狗还灵。灵力不够。动我的人！苏清怡，出火！都活着，够了。水火合击，怎么做到的？我也不知道，好像心里只想着不能让你一个人成。我这一生只信杀伐，杀尽妖魔，天下就太平了。可他刚才拼了命给我开路，因为你不是妖魔，你是我们的伙伴。走，该回去了。这条路好像没那么冷了。陛下，边城告急，魔军频繁袭击，守军伤亡惨重。镇虚司呢？陛下息怒，沈掌印年轻，又是半雪之身，朝野传闻他身负异族血脉，恐有二心。陛下，此等谣言不可轻信。老大人说的对，但防人之心不可无。镇虚司权力过大，若无人节制，传旨，镇虚司掌印沈清燕即日起受禁军监军节制，不得擅自调兵。陛下英明。节制，监兵，这是把我们当叛徒。朝中有人在使绊子，是魏慎行。我们在前面拼命，他在后面捅刀子。不忍，但眼下战场第一，朝堂的事，等我回来再说。你不是一个人扛。我知道。沈掌印，末将奉旨监军，所有调兵行动须经末将念头。你算老几？末将奉的是皇命。知道了，下去吧。忍一时，等我们查清魏慎行的罪证，一切都会翻过来。行，我忍。你没事吧？皮外伤，不碍事。我下手重了。没事，再来。今天不练了。他不是故意的。他只是不知道怎样控制力量，怕伤到我。你几天没睡了？怕时间不够，五行灵尊还差3个，魏慎行已经动手了，我怕赶不上。赶不上也得赶，这世上没有等你准备好才来的仗。我知道。你做得对，忍一时不是为了自己，是为了那些还在等你救的人。金木土，姑娘，你不碍事。你元气外泄，为什么硬撑？人命比元气重要。魔气侵入经脉，得找专治魔伤的人。城郊有座净尘衣炉，主人在疑难杂症上颇有手段。魔气入体倒是不深，进来吧。你一个开衣炉的，怎么治魔伤？
家师钻研上古秘术，我学了点皮毛。多谢先生。先生好医术，医者本分。沈公子，你身上有玄劲族血脉。先生好眼力，不是眼力好，我药炉里的驱魔散遇玄劲血脉会变色。先生不怕，血脉又不是自己能选的。好人坏人从来不看出身。家师手稿记载了五行灵尊的线索，我留着无用，不如给你。先生为何帮我们？我也想看看五行灵尊齐聚，能不能终结这场乱世。多谢。你接手镇虚司，是为朝廷还是为百姓？都不是，为那些不该死的人。好答案，我年轻时也这么想，后来发现这世上不该死的人太多了，救不过来也救。你比我当年强。沈清燕，你到底能走多远？有魔气在这附近，肩上该换药了。先生听说了吗？城西废弃山庄。什么？昨夜有村民来报，山庄里藏了高阶魔将，暗卫去探过，说里面有灵尊线索的残卷，那可得小心。今晚我带队去。药已换好，告辞。走得这么急，是去报信吧？沈今夜赴城西山庄，内有灵尊残卷，可设伏一网打尽。沈清燕，你到底是在钓鱼，还是真不知道那是个陷阱？太安静了，怕什么？有我在。进去后听我指挥，不要分散。沈清燕，未慎行的人，今晚镇虚司掌印。喂，废话少说，先烧了你！出师林，作揖。数量太多了。这鬼东西打不散，他的弱点是魔气流转。沈清言，我没事。每3个呼吸左肋下方出现空档，必须等他下一次换气。魏慎行动了杀心，证据被毁只是第一步，接下来他可能直接对你动手。我知道，但我不能躲，一躲就正中他下怀。小心。魔气太浓，像是被人为引来的。半血小儿，水灵尊，魏公公特意为你们设的局。撑不了太久。你先走，我挡住他。我不走。沈清言，别分心，撑住！我不会丢下你。敢动我的人，现在！都活着，够了。你替他挡那一击的时候，想过自己会死吗？没想。对不起，是我太弱了，连累你。不是你的错。以后别替我挡了。做不到。你们2个算死了。
你今天差点死在外面，没死成，你就不怕？怕，但当时没想那么多。他今天能伤我，明天就能伤镇虚司的人，所以不能等了。玄禁族主力正在集结，封印撑不过1个月。1个月，杀一个算一个。光靠杀不够，需要5行灵尊齐聚。金木土3尊必须找到。上次找秦川被拒了，深山大夫、京城铁匠都犟得很。等他们看到天下存亡关头，自然会站出来。你说的5行灵尊镇魔，你真信？信，凭你们水火双尊的力量，我亲眼见过，5行合一，没有理由挡不住。我信他。行，我跟你干，不是为了朝，是为了那些不该死的人，生死与共。金灵尊秦川江湖赏金客，木灵尊林素问深山采药，土灵尊周成月京城铁匠。秦川拒绝了，另外2位也不会轻易答应。你打算怎么办？先查魏慎行，灵尊的事不能急，等时机到了再说。你比我想的沉稳。这玉坠你一直带着？父母留下的唯一的念想。你想找到他们吗？父亲已死，母亲不知下落。你不是一个人，镇虚司是你的家，我们是你的家人。从今天起，你们3个就是镇虚司的脊梁。我一个人就够了。别逞强。苏老，你不去？你们去，我守着家。听说他是半人半妖，流着魔族的血。这些白眼狼，你在拼命救他们。习惯了。不习惯也没关系，我在。水火已聚，金木土还会远吗？沈清燕，这场棋你才刚刚开局。这魔气比上次更深。关门！别出来！这就是水灵尊。水灵尊今夜完整觉醒，灵印没心，净化范围可覆盖整条街巷。沈清燕，你的人越强，魏慎行越容不下你。派3名高阶按摩化灵散打入他经脉，此药不立法，每次催动灵力蚕食1分本源。公公妙计，你辛辛苦苦找灵尊，咱家一个一个帮你废掉。水灵尊，惠公公问你好。一个人出城，嫌命长。伤他的人都得死。伤得重不重？皮外伤。你刚才那火龙很厉害。少废话，先找新温的治伤。魔气入体不深，但新旧2股魔气交汇，不拔除会蚕食水灵本源。
火灵尊若不放心，可以亲自见。我不懂药，但你若动手脚，要害你们，我有无数次机会。这碗是你的，方才催动灵印消耗太大，喝了稳经脉。这碗是你的，化灵散已入经脉，连服7日，水灵本源蹿13成，他察觉不到。别怕，放你出去转一圈，天亮前回来。证据要提前备好，明天该有人来查了。沈长印，沈长印，昨夜妖物进村，伤了2个人。妖物逃时留下的水字，镇上懂灵力的先生说是水行灵力。水字，水灵灵力，不是我。昨晚我一直在客房。大招还有第2个水行灵力的人，你连那只伤人的小妖都舍不得杀，你就是这样看我的？够了，先去现场。是水行灵力，那很微弱，像挣扎时留下的。应神药。景晨一炉，温景然，不可能，温先生不会。上次你也说不会，证据被调包，他在哪儿？证据被调包了。镇虚司今日立规，获民者杀，无辜者留。至于温景然，下结论太早，以他的缜密，不可能留这么明显的证据。不是他，谁在栽赃一个大夫？还在想药渣的事，如果不是他放的，那就更有意思了。今天打听到一个消息，魏慎行在换禁军的房，老将全被他调走了。他在往禁军里安插自己的人，下一步就是要借口夺兵权。外面有魔军，里面有魏慎行，我们被夹在中间。灵尊的事得加快。温景然是好是坏？他救过青衣，也帮过我们，但每次出事都不在，证据指他又差一步，要么无辜，要么比魏慎行更难对付。陛下，魔军连破3阵，前锋距今不足300里。陛下，镇虚司已数次击退魔军，但兵力悬殊，伤亡过半。陛下，当务之急不是指望一个半血少年，禁军分散混乱，若无人统一调度，魔军一到城门何守？魏公公这是借机揽权，咱家只是为社稷着想。传旨，禁军由魏慎行协同兵部共，监军入驻镇虚司，沈清燕调兵，需监军核准。兵权已是咱家的了。即日起，监军入驻镇虚司，调兵、调粮、调械，均需核准。擅动者，抗旨论处。所有卷宗、调兵记录、仓库出入明细，均需呈送末将过目。知道了。明面上一个监军，暗处一个眼线，他连这里都塞了钉子。谁准你碰的？沈掌印，你的手下不太懂规矩。那卷帛书是镇虚司内部案卷，并非调兵文书，监军无权过目。哼，沈掌印果然如传言所说，很会护短。监军过奖。魏公公托末将带句话，镇虚司的门，咱家随时能进。你拦我干什么？让我烧了他！烧了他，来副手；杀了副手，来进军全军。魏慎行就是急我们动手，一动手就是抗旨。我们在前面拼命，这帮狗东西在后面捅刀子。明面上的路被堵了，就走暗路。监军能看住大门，看不住所有门。你以为你在围我，其实你在暴露你的棋子。来人，
密室被盗了！凝神药，进陈一屋的凝神药2次了，一次妖物伤人现场，一次密室被盗现场，你还要替他说话吗？药渣谁都能拿到，病人来来去去，风吹过来的也有可能。密室有门有锁，药渣是踩碎带进来的，镇虚司里谁最方便带进来？苏老，昨天谁进过密室？你、我、青怡、赤灵2个值守兵士，没有温景然。他不进来，不代表他的药渣进得来。被撕走那卷的坐标是假的，真密卷另存了。你早就在防着内鬼了。下一步，把情报送到温景然面前，假情报让他暴露，真情报在这里。你这人的心眼比我的火还密。史清燕，肩伤可还有不适？有件事请先生帮忙。密室密卷被撕，阵法部署内容，想借1楼暂存这份副本。也对，毕竟没人会想到，沈掌印会把最重要的东西放在一个江湖药师手里。先生不是江湖郎中，先生是唯一一个通晓上古秘术又能出入镇虚司不受怀疑的人。沈长官这是在夸我，还是在试探我？都不是，我只是在提醒先生，知道的越多，风险越大。对了，假密卷被撕时，现场留了凝神药的药渣。你在钓鱼，可你以为鱼不知道自己被钓吗？青阳山不是金灵尊的位置，是假坐标。你想看我传不传这个假情报？不让他行动起来，你又怎么能抓到他的尾巴？这场棋不只是你在下。山海一带出现未知魔物，剑气只能伤其皮肉，砍不穿骨骼，不是玄金残部，是另一种力量，源头在更深的地方。我把坐标标在地图上了，速来。我知道你又要说一个人去，所以我先在这里等着了。药箱里放了3个月的药量，够用到山海最深处。走吧，秦川已经在路上了。1000年了，吾儿已陨，也罢，本座从未指望过他。山海，本座回来了。我也是，我灵力快见底了。现在，楚赤影左肋。苏青怡，别管我，守住。火灵尊，你的火焰快灭了吧？灭不灭，试了才知道。楚赤灵，把你的火焰给我。苏青灵，水光，给我。你疯了！给我。
做到了。刚才那的光柱，你拿自己当媒介，万一融合失败，水火在你体内炸开，那就炸了。疯子，疯不疯我不知道，但那一刻我感觉到你的灵力了，很暖。走吧，回城之前还得去一趟靖晨医图，还去找他，去让他给我换药，顺便看他收到败报后的表情。沈清燕，你又活下来了。魏慎行要我废了你，可我越来越觉得你或许不该废。若凑齐5尊，剑荒未必是对手。这场棋越来越有意思了。陛下，臣有铁证，镇虚司掌印沈清燕私通玄禁魔族，密信加盖玄禁印信，收信人正是沈清燕。此牌在镇虚司后院搜出，玄禁高阶魔将才有的信物。陛下，密信可伪造，腰牌可栽赃。还有3名村民联名证词，证人已在殿外候旨。沈清燕，你可有话说？臣若说这些都是栽赃，陛下信吗？陛下，不妨先暂停沈清燕掌印之职，禁军接管镇虚司。若查清果真清白，臣愿亲自还他公道。传旨，沈清燕暂由监军协理，3日内不得离境。这些卷宗是我们用命换来的，谁敢否？火灵尊，抗旨者斩！让他们封。可是案子可以封，命还在就行。魏慎行3日后要把你们打入天牢，我等不了3日，明日我就去金銮殿。你拿什么反他？这些是他每次作案留下的证据，单件不够定罪，但5件同城，谁也保不住他。你一直在收集。从他第一次清理案发现场的那天起，我知道他是谁，我只是在等他犯错够多。明日一早，金銮殿。苏老，劳烦你帮我安排一个人。谁？那个禁军小校该收网了。陛下，臣奏请将沈清燕下狱严查。沈清燕，圣上面前你敢压人持械？臣今日来反告魏慎行栽赃构陷私通魔族。陛下，臣带来了3件物证和人证，可证明魏慎行的罪行。第1件，青阳山暗卫腰牌，与魏慎行3日前用来栽赃臣的那枚同款同批。第2件，笔记拓本，魏慎行近1年奏折与伪造的通魔密信出自同一人之手。第3件，人证，赵四，你自己说。是魏公公，他让我把腰牌埋进镇虚司后院，密信也是他让我送的。人证死了，死无对证。让他闭嘴，入殓前用毒，不留活口。魏慎行，禁军兵权即刻收回，软禁宫中。沈清燕官复原职，退朝。你早就知道赵四会死，你却让他死了。不是我让他死，是你。赵四的家人，苏老已经安排人去接济了。他本来不用死，我算到了魏慎行会灭口，但毒下的比我预想的快，就差1步。你今天拿出了5件铁证，扳倒了当朝最大的权宦，你已经做得很好了。扳倒1个人不够，外面还有100万魔军。走吧，明早还得守城。你确定他今晚会来？兵权被收，换我肯定躲着。就是因为兵权被收，他才更急。他需要魔族替他夺回局面。魏公公，听说你的兵权被收了，
兵权没了，咱家还留了后手。北城门城防图已调换，集中轰击此处，一炷香必破。城破之后，你要什么？划江而治，长江以北归玄剑，以南归咱家。现在冲进去杀不了他，冷静。有人族灵力在树上。不要恋战，突围！你的伤，回城，有比伤口更急的事。他把帝都卖了。划江而治，他疯了。等帝都一破，第一个死的就是魏慎行自己。眼下3件事：找出被调换的城防图纸，锁定内应，拔掉所有钉子。第3，在这里布下口袋，让魔族以为我们照着假图纸防守，实则主力在此设伏。你这人比魏慎行还阴。3日，3天之内必须撤走城北百姓，必须找出假图纸，必须拔掉内焰。时间不够了。有什么比惊荒更古老的东西，正在那片黑暗深处注视着我？魔军暂停攻城了，但斥候来报，他们在集结更多兵力。正好，趁这个空隙去找金灵尊。秦川，上次去青云镇，他连门都没让我们进。这次不一样。上次他看见这枚玉坠时，眼神变了。他认识我父母。你想用这个说服他？不是说服，是问清楚。苏老守帝都，你们2个跟我走。青云镇3天路程。总算有点正事干了。又是你们！上回不是说了吗？官府的人没兴趣。这次不是来拉你入伙的。那来干嘛？喝酒？这东西你从哪儿来的？这是我父母留下的，你认识他？跟我来。你爹叫沈长玄，你娘叫……我不知道她的名字。沈长渊当年是镇虚司最强的镇魔卫，你娘是玄禁族人。是玄禁族当年唯一主张与人族共存的灵使。后来他们被人出卖了，不是死在魔惑里，是死在人手里。出卖他们的人，至今还活着。今天就说到这儿，剩下的等你活着打完仗再告诉你。你们住哪儿？镇口酒馆楼上。明早我去找你们。这人说话说一半，比我还能吊人胃口。
听说金灵尊藏在这镇上，不出来，每隔10息杀一个人。等等，等什么？等他。放开我奶奶！护着百姓进庙。一群你爹当年救过我的命，今天算我还他的。明早镇口集合，我跟你们走。各位侠士，山下村子出事了！多久了？3天了，已经死了6个人。去请过镇上的大夫，大夫也倒了。是魔毒，投毒魔将把魔气炼成毒。魔毒？投往水源，沾染者发黑，五脏衰竭，3天无解药必死。那你们去吧，我在这里等。你……我说了跟你们去打仗，没说跟你们去救人。救人不是我的活。沈清言，我们先下山，魔毒不等人。魔毒的解药需要几味特殊草药，镇上药铺没有，但这座山上的气候和土质应该有。我在师傅的医书上见过。你师傅是谁？一位隐居深山的医者，人称半神仙，他姓林。林素问，木灵尊。你怎么知道他？温景然给的那卷帛书上记载了五行灵尊的线索，隐居深山，人称半神仙。他很可能就是你的师傅。我15岁那年，师傅赶出山，他说我太容易心软，不适合做他的徒弟。从那以后，我再也没见过他。一个当师傅的，把徒弟赶出山，什么毛病？他不是狠心，他是怕。怕什么？师傅年轻时救过很多人，有一回他救了一个受伤的玄境小妖，第2天村民趁他不在，把小妖打死了。他抱了小妖一整夜，从此只隐居，不行医。到了。几位远道而来，何事？山脚下村庄爆发魔毒，有人在投毒。我们追踪投毒魔将的踪迹，到了这座山上。投毒魔将不在这里。你怎么知道？因为昨天我已经把他赶走了。林先生，村民们等不了，求你出手救人。你们找错人了，我只是个隐居的采药人。毒已经入了五脏，靠普通药是压不住了。我去把姓林的那扇破门给烧了！秦川，劳烦你去一趟伊炉，就说木灵尊的徒弟也中了魔毒，看那条老命还能不能坐得住。你怎么知道他中了毒？
脉搏太弱了，魔毒扩散了。他刚才一直在用自己的灵力压制其他人身上的毒，把自己的毒忘了。把所有人的窗口打开，熬药的炉子抬到一捧中间。我需要3味新鲜草药，前传已经在采了。你怎么又回来了？当年把你赶出山，是想让你离这些生离死别远一点，没想到你比我更放不下。青衣他，师傅，是徒儿没用。你没用，你一个人用灵力替17个人压制了魔毒，你若没用，我这个当师傅的这辈子还有什么用？投毒的找到了，2只低阶小妖在村后水井边捣药粉。又是他。苏老从帝都传来的急报，镇虚玄阵即将彻底崩碎。准备动身，我们回帝都。玄阵一碎，惊慌的主力就会涌入人间，单靠你们几个挡不住魔君。五行尊者归位的话，有五行镇魔大阵可以一战。你怎么知道五行镇魔大阵的事？因为100年前木灵尊的上一任转世就是布下镇虚玄阵的人之一，他的记忆我一直带着。走吧，这次师父跟你一起下山。土星灵力第5个找到了。别急，他现在不想见我们。你怎么知道？他刚才看见我们了，假装没看见，就是不想见。掌印大人走错门了。没走错，我来买一把剑。您手底下那几位灵尊，随便一掌都比铁锤狠，要我打剑做什么？不是给我，是给镇虚司新来的兵士，他们没你那么厚的土行灵力护体，需要一把好剑保命。我打了20年铁，知道刀砍进肉里的声音。掌印大人，你们那五行灵尊的事儿，不是不想帮，是不敢。我修土行最善固守，但若守不住家，还谈什么天下？我要你的剑，不要你上战场。5把，打好了送到镇虚司。如果你改主意了，城门随时开着，但剑5把，1把都不能少。今日所见，正如你所料。金灵尊归位了，木灵尊也出山了，土灵尊，你说他要打剑，他会来的，不是因为我们说服了他，是因为他知道，如果地珠城破，他女儿连在院子里玩铁环的地方都没了。城外魔气比昨天又浓了1倍，玄阵的裂痕已经到了最后几步，一旦彻底崩碎，比我想的还快。爹爹，你答应给我打的小铁马呢？明天就给你打。
带他进地窖，锁上门，天不亮别出来。血液。先杀敌，打完再说。还有几个活口，村东头，黎宗伟已经在救了。你们先去救救家主，我打完这一仗就回来。1000年，终于到了。天怎么黑了？山掌印，给朕交个底，有多少胜算？现在去打一成，等五行灵尊齐聚，有一搏之力。五行还差一个，差谁？土灵尊，他已经在路上。掌印大人，5把剑来不及打了，这把锤子先将就着用。五行灵尊集结完毕。魏公公有令，西城门今夜换防，把你的人全部调到东门，西城门留空。可西城门是魔军主力方向，这是军令，你想抗命？魏慎行在调空西城门，他要放魔军进城。苏老，西城门怎么回事？魏慎行昨晚下令把西城门的兵力调去了东门，西城门现在是空房。
我撑住！土石灵，把他们赶回去！今天守住了，明天不一定。西城门那个缺口是故意被掏空的，有人给了魔族城防部署。这座城里不止外面有敌人。我要去拜访一个人。谁？温景然。沈掌印，边城军务繁忙，还有空来我这里？玄阵崩了，魔军压境，先生似乎并不着急。急有什么用？我一个大夫，上了战场也拿不起剑。先生不是会阵法吗？五行镇魔大阵，先生在我这里看过他的图谱。那图谱残缺不全，我看不出门道。没关系，我可以把完整版给你看。先生帮我们看看，这个阵法的薄弱点在哪里？毕竟你最擅长的事就是找到薄弱点。沈掌印信不过在下的阵法之术，恰恰相反，我太信得过了，所以才来问。你不是来问阵法的，你是来告诉我，你知道了。谁调的守军？监军令牌是孙监军的人。孙监军是魏慎行的人，温景然是魏慎行的狗。粮仓被烧的时候，他在哪儿？他在靖辰一炉。今天下午我离开后，他没有出去过。你下午去见他了，然后粮仓就被烧了。他知道你会去见他，所以他没有动手。他让魏慎行的人动的手，这比他自己动手更阴。够了。设局，引蛇出洞。温景然和魏慎行在等我们犯错，那我们就犯一个给他们看。明晚子时放出假情报，镇虚司主力夜袭城外魔族粮道，北城门只留少量守军。这是假情报。对温景然而言，这是真的。他收到情报后，会立刻传给魏慎行。魏慎行会通知魔族趁虚攻北城门，我们的伏兵就埋在那里。要是他不传呢？他会传，因为他不知道我们已经知道他是谁。粮仓被烧那天，我知道你想说什么，先拿下内鬼，其他的打完仗再说。明日亥时3刻，镇虚司出城偷袭粮道，建议集中兵力强攻北门，一举破城。这场棋也该到中盘了。明天晚上你有把握吗？有。骗人！你每次说有把握的时候，手指都会敲桌子。我不会说你别一个人扛这种话，我知道你改不了，但至少在扛不动的时候，回头看看，我们都在你后面。我知道。今夜子时，主力出城偷袭魔族粮道，北城门只留少量守军，这是个险招。但粮道一断，魔军撑不过3天。北城门留空，万一魔军趁虚攻过来，所以必须快。子时出击，天亮前回来。等魔军主力得到消息，我们已经撤回来了。沈掌印思虑周全，先生今晚留在镇虚司吧，万一有伤员，你在场能帮上忙。好，他去哪儿？去传信，放他走。北城门的伏兵已经埋好了。今夜子时，镇虚司助力出城偷袭粮道，北城门空虚，建议集中兵力强攻北门，一举破城。
城门该开了。你设局，回去告诉魏慎行，他安插在我身边的每一颗棋子，我都知道，包括温景然。你不杀温景然，为什么？杀一个温景然容易，杀了他，魏慎行会换一个我们找不到的。留着他，他的每一步都在我们计算之内。你这是在走钢丝。钢丝走得好，比平地快。温景然是魏慎行的卧底，粮仓被焚当晚，调走守军的监军令牌是魏慎行签发的。北城门的情报是温景然给魏慎行，魏慎行再给魔族的，这条线从头到尾都是通的。早就该杀。他救过我的命，如果他是卧底，为什么要帮我们？给真情报是为了让你信他，信了才好给假情报。可是，如果他只是因为惧怕魏慎行才听从命令呢？如果他本心并不想害人，苏清怡，你还要替他说话到什么时候？粮仓那夜烧的是30万斗军粮，你替那些饿死的伤员，替那些因为断粮而守不住城墙的将士，替他们原谅他吗？我不是替他说话，我只是……你去哪儿？去看看他。至于温景然，证据确凿，我没什么可说的。我去城墙上转转，你们读书人的事儿我不懂，但温景然这个人，你们定，我动手。你不用来，我没事。以前在陋巷，有个老妇被魔气伤了腿，我治不了，只能守着。她后来好了，说感谢我。那时候我就在想，我做对了还是做错了？后来想通了，我救人不是为了让谁谢我，是因为我想救。你对温景然也是这样，不是你想替他开脱，是你心里容得下别人容不下的人。楚赤林说的也没错，他害了那么多人，我替他说话，对得起那些死去的人吗？你没有替他说话，你只是不忍心。这不一样。赤灵的方式是杀，你的方式是术，两种都需要。没有你，我们这群人早散伙了。你以前安慰人都是这么笨的吗？第一次。走吧，该回去了，赤灵还在等。谢谢你。不用，
你从来没有丢下过任何人，现在换我们等你。沈清燕，你派人跟着我，但你不该派他们来，你应该亲自来。听说沈清燕在北城门设伏，魏公公的精锐全军覆没。温先生，你的情报好像不太准。不是情报不准，是沈清燕反利用了我们的情报。他已经知道我是谁了，但他没有揭穿我。他留着我是想通过我给魏慎行传递假情报，所以反过来我也知道他现在在盘算什么。沈清言以为我还不知道自己暴露了，他接下来会在东城门布下重兵，因为他真正想守的方向。但魔主真正该攻的是南门。南门是帝都所有城门中地基最古老，去年暴雨，根基已有裂缝，只需集中3名高阶魔将全力轰击，最多半个时辰必破。而且南门后方就是皇宫，城破之后不出100步，魔军就能杀到金銮殿。你背叛了沈清燕，现在又背叛魏慎行，温景然，你到底站在你一边？我站在我这边。2名暗卫都是被银针刺入心脉而死，出手的人动作极快，他们连拔刀的机会都没有。他们在临终前听到的温景然和晋荒的对话，真正要攻的是南门。南门地基去年就有裂缝，如果魔族集中兵力轰击那里，那就让他们去。温景然以为我不知道南门有裂缝，但裂缝已被周成月用土行灵力加固了。帮我办一件事，去找温景然，就说我手中有一封能证明他通魔的密信，放在镇虚司书房暗格里，只让他一个人知道。温先生，这么晚了，找什么？沈掌印，这又是设的局。是，整个暗格就是给你留的。所以你都知道了。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从废弃仓库那夜之后，你给我能准确找到3个灵尊的帛书，太准确了，准确到不像真的。后来我试探了几次，每一次都中了。我传了假情报，你也传了假情报，我们在下同一盘棋。不一样，你的棋是为了魏慎行，我的棋是为了这座城。那你还等什么？抓我吧！你不抓我，因为你还想利用我来给他传假情报。沈清燕，你比我想的更狠。是你教我的。在靖辰伊犁那夜，你说这世上不该死的人太多了。今天南城门外那些守城的士兵，就是不该死的人，而你差点让他们去送死。温景然，你到底在想什么？怎么暴露了？那你还有何用？我知道沈清燕的弱点，他的混血血脉每催动一次，经脉就会损伤1分。如此持续高强度作战，他的身体已经撑不过7天。而且我知道帝都地下水道的完整地图，这条水道从城外护城河直通内城皇宫后方，派一支精锐从水道潜入，不需要攻破任何城门，可以直接打入金銮殿。温景然，你到底是人是鬼？
都不是，我只是一个赌输了的棋手。现在，我想看着棋盘翻掉。温景然标注的路线，左转过3道暗渠，出行口就是皇宫御花园。为什么没有攻南门？温景然给的情报是假的。声东击西，真正的杀招不在任何一座城门，他们从地底下进来了。沈清燕，你来晚了，我等此刻已在内城，前后夹击，外面的攻城部队和里面的我们同时动手，帝都今夜必破。你们错了。而你们一个都出不去。单打独斗耗不过魔族，必须在大阵成型之前守住内城。从现在起，5人合练，不分昼夜。金主杀伐，站西；木主生机，站东；水主润下，站北；火主炎煞，站南；土主架色，站中护阵。我在阵眼调和。没事。再来。一炷香在战场上冲不了多久，够了。一炷香就跟我们说一句话，这仗我们打得起。宫里来人了。谁？魏慎行发动政变，禁军封锁宫门，昭炎帝被他软禁了。他在逼你做选择，救帝王还是守城门，2选1。无论你选哪个，另一个就会失守。分兵，我带楚世英、秦川潜入皇宫，苏清怡和林素问周成月留守城楼，我救完人回来合阵。苏老，传话给灵尊，我不在的时候，城不能破。里面有打斗声，不只是昭元帝一个人。苏老，你一个人来的？陛下放心，我徒弟马上到。韩昭，放了苏老和陛下，跟我出去，在圣上面前说清楚你背后主使是谁。沈清燕，你扮魔之身祸乱朝廷，今日本帅就要替圣上清君。天牢四面都是魔气结界。洒家在墙上涂了玄剑族的引魔香，半个时辰之内，引荒的魔石会锁定这个位置。到时候不需要咱家动手，魔主自己会来杀你，而你要么在这里等死，要么放弃救苏玄尘，自己逃命。选吧，沈长爷。
别管我，救陛下！秦川，带苏老和陛下走密道，我和楚玄灵断后。杀杀杀！没事，都是皮外伤，就是骨头老了，不经打。苏青，你一个人闯天牢的时候，可有想过回不来？想过，但臣不怕死，臣怕的是陛下出事，那样沈清燕会愧疚一辈子。别说了，你这孩子，从我在破庙里把掌印交给你的那天起，我就知道会有这一天。沈清燕，朕当初听魏慎行谗言，猜忌过你，你心里可怨朕？怨过，但后来想清楚了，陛下被蒙蔽，臣也有责任，臣没能更早揪出内奸。等这仗打完，朕要你还朕于斯一个清明。城墙情况守住了，林大夫的草木灵力修补了大部分裂痕。苏老，你的伤不碍事，你们守城辛苦了。你为什么站着不动？我在想一件事。什么事？我让秦川去查了天牢暗门外的脚印，只有魏慎行一个人逃走的痕迹。守在暗门外的所有死士都他提前布下了伏兵，但启动的比约定时间早了半个时辰。什么意思？他本应等我们进入天牢，魔气结界激活之后再放伏兵，但他提前把伏兵放出来了，让我们在结界完全封闭之前有了反应的时间。这个误差不是魏慎行的失误，是温景仁。你怎么知道？暗门旁的墙上刻了2个记号，他在告诉我，伏兵会提前半个时辰启动。他用这半个时辰换了我们所有人的命。他把银针刺入暗卫心脉的时候毫不留情，但他在天牢暗门上刻下的2个记号，他救了你我、苏老、陛下4条命。这个人从头到尾都是矛盾的。魏慎行往密道出口跑了，他身边最后2个死士，我解决了一个，另一个受伤跟着他。往西，密道出口在城西废宅。你解决了他一个死士，为什么？他派人刺杀我，想把所有罪名推到我身上。天牢暗门上的记号是我刻的，我不欠你们了，我只是不想欠更多。秦川，你看着他，我去追那条老狗。你以前不是这样的人。以前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人。告诉沈清燕，魏慎行在城北废宅地窖里藏了写满朝中所有被收买的官员名单，那份名单一旦公开，所有阉党都会倒台。但如果名单被魏慎行拿走，他还能东山再起。你自己为什么不去说？我走不动了，在这儿等着，回来再跟你算账。魏慎行断了我一条腿也好，我终于不用再替他跑腿了。这该死的温景然竟然暗藏实力，让咱家吃了个大亏。
拦住他们！这老狐狸，他在地窖里留了不止一条退路。暗门后面是一条窄道，符文是单向锁，只能从里面打开。强行轰会把整条通道震塌。名单在我们手里，魏慎行虽然跑了，但他翻不了天。先汇报沈清燕，暗门通向哪里？让苏老查100年前的城西地窖图纸。魏慎行能跑一次，跑不了第二次。五行镇魔大阵，开！大阵能维持的时间太短，晋皇会等我们恢复不过来的时候再攻。但今天你守住了一次。温景然的那个选择不该被埋在密道里，把名单公之于众，让那些被他害过的人也知道，他最后救了人。等天亮了，我去办。通知所有人，明日卯时出发。去哪儿？城外魔族中军大帐。守城是耗不过魔族的，要打就蛇打7寸。公公，趁今夜换防，走吧。城门口都是魔军尸首，趁乱出城没人发现。洒家现在走了，就是畏罪潜逃。沈清言给我的罪名就坐实了，不走，他手里只有一份名单和几封密信抄本，没有活口亲眼看到洒家通魔。可公公如果在这里等着，不是等，是上殿。他沈清燕不是要弹劾洒家吗？洒家明天就站在金銮殿上，当着满朝文武跟他对峙。朝堂上定罪，靠的不是纸，是人。他没有活口人证，就扳不倒洒家。哼！况且朝中替洒家说话的人还多得很。沈清燕，明天的金銮殿才是真正的战场。陛下，臣今日弹劾魏慎行，通魔叛国，发动宫变，构陷忠良。这是他与魔族往来的密信抄本，这是禁军中被他收买的将领名单，这是在城西废宅搜出的龙袍与尾息。陛下，老臣可以作证，魏慎行指使韩昭软禁陛下那夜，老臣就在天牢中。这些伤都是他的死士留下。陛下，这些所谓证据，密信可以伪造，名单可以编造，龙袍可以栽赃，人证是沈清燕自己的师傅。臣侍奉陛下多年，一片忠心，天地可见。沈掌印说杂家通魔，可有人证？可有我通魔的证据？几句空口白话加几页纸，就想定当朝元老的罪，你未免太心急了些。陛下，
魏公为国操劳多年，不可凭一面之词定罪。沈清燕半妖之身，其心必异，他定是想借机铲除忠良，独揽大权。此案押后再审，魏慎行暂且回府待查，无旨不得离京。沈掌印今天这一手打得不错，可惜差了点分量。魏慎行在朝堂的根基比我想的还深，没有活口人证，扳不了他。除非温景然。魏慎行把所有罪责都推到温景然身上了。今天在朝堂上他滴水不漏，这份城府大家都佩服。温景然是唯一能定死他的活口，他知道魏慎行全部的秘密，通魔的时间线，禁军中安插的每一个眼线，甚至魏慎行与禁荒密谈的内容。他会回来的。魏慎行对他已经动了杀心。一个被主子追杀的人，只有一条活路，往敌人这边跑。你就这么确定？温景然不是傻子，魏慎行派人行刺他的事，他一定已经知道了。以他的脑子，现在应该已经算清楚了。与其等魏慎行杀他，不如拿手里的情报换一条命。但愿你不是在赌。温景然知道的太多了，通魔的密信内容，禁军的部署名单，甚至杂家与禁荒密谈的全部细节，他都一清二楚。公公的意思是，杀主谋是温景然，杂家只是受他蒙蔽。只要温景然死了，死无对证，带上杂家最精锐的暗杀队。温景然武功不低，尤其擅长银针刺穴，近身搏杀要格外小心。就说朝廷已查明通魔案主谋为温景然，杂家是遭他蒙蔽的受害者，在沈清燕的人找到他之前，把舆论也作死。温先生，魏公公托我们送你一程，让你走得不那么痛苦。他派了多少人来？哥，够给你面子了。5个不够。回去告诉魏慎行，他让我做了10年狗，到头来只值5个死士。下次派人来，让他多带点。你想让我死，我偏不死。温景然，他还敢来？粮仓那晚的事，他还没给我们一个交代。我不是来求饶的，这是魏慎行所有党羽的名单，还有魔族阵法的运转规律和核心破绽。我已经不是魏慎行的人了，他现在派人追杀我，要把所有罪名推到我头上。你上次给的情报也是真的，结果粮仓还是烧了。上次不一样，上次我以为魏慎行能赢，不是因为我恨你们，但现在我只能来你们这里。先进去，我给他止血。哼，行，但你要是再耍花张，我第一个烧了你。我不是来求原谅的，我是来告诉你们，魏慎行还藏了一只伏兵。名单是真是假？我亲手替他整理过，如果名单少了一个名字，把我另一条腿也打断。我不信这个人，但他既然敢把命交到我们手上，去地窖看看就知道了。周大哥，秦川，你们去城北地窖。苏清怡，把他扶进客房看管起来，没有我的命令，不许他离开，也不许任何人伤他。你还留他？
他在天牢密道里刻的记号，救了我们所有人，这一点我记着。但他杀的暗卫，我也记着。等魏慎行伏法之后，温景然的罪该怎么算就怎么算。在这之前，他还有用。你也记住，你不是被原谅了，你只是还没被清算。魔主，魏慎行方才遣密使来报，温景然已叛逃，昨夜投靠了镇于司，他把我们的阵法部署全部泄露给了沈清叶。魏慎行这条老狗，连自己的狗都管不住。温景然知道我们太多情报，他知道地下密道的完整路线，知道粮仓焚毁的真相，还知道我下一步准备攻哪个城门。不能再等了，温景然投敌，五行大阵随时可能调整布防。传本座号令，集结全族所有剩余战力，不惜代价猛攻六面城门，把他们的守军碾碎。城破之后，不留降卒。魔主，上次您亲自出手，五行大阵扛住了您的全力一击。那是因为沈清燕用自己的混血血脉做阵眼，温景然叛逃前留了一份情报，沈清燕的血脉催动一次经脉就会损伤一份，他扛住了第一2次，扛不住第3次。3日后，沈清燕就是人族防线上最脆的那个点。现在的五行大阵是你们5人各自催动灵力，沈清燕居中调和。这个模式的优点是稳定，但缺点是威力被调和过程消耗了大半。如果反过来，让五行灵力同时主动灌入沈清燕体内，不调和直接融合，再经她经脉爆发出去，大阵威力可以翻3倍，甚至更多。这样做的代价是什么？沈长言的经脉会在融合过程中承受5倍的反噬，每一息都在撕裂他的丹田，最多只能撑2刻钟。2刻钟够用，够我们冲进魔军大帐，够我们斩杀尽荒。等仗打完，经脉的事再慢慢调理。可是，没有可是了。城外100万魔军3日后就要总攻，五行大阵现在的威力扛不住尽荒的全力冲击，要么赌我的经脉，要么赌全城百姓的命。这笔账不用算也知道答案。温景然，你把阵法的完整运转路径画出来，今晚校场合练。听我号令，五行灵力同时注入阵眼，金灵率先擒穿，木灵随后，灵虚问，水灵、火灵、土灵。你今天不能再试了，你的脉象已经乱了。再来，张毅！我说再来。成了，但1刻钟在战场上不算长，足够了。1刻钟够我说一句话，这仗打得起。把药喝了，林大夫专门给你配的，护脉的。明天那一战，我跟你一起上阵。你一直在阵里。我不是说阵法，我是说你别一个人那种上阵。每次你挡在我前面的时候，我都知道你是怕我们受伤，但你有没有想过，你一个人扛着的时候，我们也在担心你。你还记得在废弃仓库那晚吗？你替我挡了那一击之后，我说以后别替我挡了，你说做不到。当时我觉得你太逞强，后来我才明白，你不是逞强，你只是习惯了，习惯了所有人都会走，习惯了只有你自己能靠。但现在不是了，身边有5个灵尊，有苏老，还有我。
明天打完这一仗，我有话跟你说。什么话？打完再说，万一打输了，说来也没用。好，那你就必须答应。五行。给我挡住！开！沈清言，你以为打赢城外的仗就赢了全部？这朝堂从来不是靠打仗打赢的。等他回来再跟咱家算账，咱家已经不在京城了。魏慎行不见了！一个时辰前，有人目击他带着2个随从进了城西暗巷。等一下，都是他的心腹，你一个人追太危险。你又想分兵？城楼这边还需要你守。魔军刚被打退，惊慌短时间内不会再过。我跟你一起去密道，多人合围更稳妥。拦住他们！想跑？还有一只左手，够用。咱家只是想要权，这天下谁做龙椅不一样？你护着的那个小皇帝，他也猜忌过你，打压过你，他有什么好护的？他被你蒙蔽的时候猜疑过我，但他也下旨恢复了我全部兵权。他错信了你，但他在城头上和守军并肩战到最后一刻，这不是你的。带回去，交给刑部。他在破阵。还有一只左手，够用。这颗药是我以前替魏慎行配的毒药，专门用来克制混血血脉。魏慎行让我找机会给你下毒，我一直带在身上没用过，现在用它当阵眼补丁。阵眼真正的薄弱点是我在阵法图纸上动过手脚的地方。那时我为魏慎行做事，现在我改过来。
我算了一辈子棋，这步也算对了，虽然算慢了。你这条命早该用来护朕了。师父以前说，有些人不是天生的好人，也不是天生的坏人。你在两边都差点站住脚，到最后你是用自己补了大阵。谢谢你，师姐从来没有后悔认识你。他最后那口气全给了朕心，我救不回来。这人做了一辈子坏人，临死前做了一件好事，可你让我怎么跟你算账？魔主还没死，他在等下一波攻势。我们不等，天明之前主动出击。不用等他来破阵，我们去破他的中军大帐。变阵，水木双生护我左右，金火土三行合击。开！沈清言，你竟敢打到我帐前，本座认可你的勇气，但也就到此为止了。你们5个人加上一个半妖，拿什么跟本座千年底蕴斗？凭你从头到尾只信自己，我信的是所有人。变阵，水木双生护我左右，金火土三行合击。开！千年修为，你一个半妖凭什么？你们信我吗？信。五行终结。打完了。死了，千年魔主，最后就剩一堆破铜烂铁，值吗？为了争一片天，把整个族群都搭进去，
站在他的立场值，站在我们的立场，他必须死。这世上没有绝对的对错，只有各自的立场。打完了，我答应老婆要回家做饭的，这锤子也得重新打一把了。你在想什么？晋荒临死前说天原来这么亮，他被封在地以前无见阳光。你同情他？不同情，但明白。他和我一样，生下来就背着别人的仇恨。他选了屠戮，我选了守。路是自己走的。走吧，回城，还有很多事要做。你争了1000年，现在你可以休息了。秦川从城西地窖取回来的，按温景然留下的记号逐个核查过，每一个名字都对得上。被魏慎行收买的禁军将领一共23名，朝中官员17人，加上密信和账券，够把阉党连根拔起了。证据都整理好了吗？这是温景然布阵图最后一页夹着的，他写给你的。城西废宅地窖，魏慎行全部罪证，我欠的还了一部分，剩下的还不了了。开庭吧，把这些都摆到金銮殿上去。魏慎行现在押在天牢，他的党羽还在朝中活动，想替他开脱。那就让他们看看名单上有没有自己的名字。魏慎行私通魔族，残害忠良，图谋篡位。这是他被收买的禁军将领名单，这是他通谋的全部密信，这是他在城西地窖私藏的龙袍与尾系，罪证确凿，无可辩驳。守西城门！咱家只是输了，若再重来一次，咱家还是会争。在宫里跪了一辈子，不想再跪了。你可以不跪，但你让别人替你跪。边城3镇那些被你出卖的守军替你跪了，西城门被你调空的士兵替你跪了，天牢里替你死的赵四替你跪了。你站着的每一寸都踩在别人的尸体上，所以你不冤。斩！沈清燕，朕要封你为国师，5行灵尊，各赐黄金1万两，府邸1座，这是朕欠你的。陛下，我不要。金灵尊在江湖上还有几个欠打的魔崽子没收拾完，给我封官我就跑了。草民也不留，山里还有病人等着。深山里的衣炉不能老关门。陛下，那个我老婆还在家等我做饭，铁匠铺子也不能老关门。我答应给她打一把新菜刀，拖了3个月了。别看我，我也走。我又不是镇虚司的人，想走就走。每月15回来蹭顿饭就行。朕从来没见过嫌官大的人，你们是头一批。你呢？我留下。镇虚司缺一个医者，我正好会一点治伤的功夫，而且这里已经是我的家了。
没有害人，从来没有，求大人别杀。我不杀你。这底下还活着多少？10几只，都是没上过战场的。魔主不让弱小上去送死，现在魔主死了，我们不知道去哪儿。可以留在这里，玄渊是你们的家，我不会赶你们走，但有一个条件。大人请说。不许害人，以后如果有村民误入这里，不许伤他们。如果活不下去，去镇于司找我，我叫沈清燕。你去过玄渊了？我听守城的士兵说你一个人去的。底下还有活着的小妖10几只，没上过战场。你放了他们？他们没害过人，杀他们不是除魔，是泄愤。除魔卫道是守，不是虐。以前在废弃村庄，有个人跟我说，杀人犯要处斩，但不能把全城的人都当杀人犯。现在说这句话的人自己做到了。以后我也有家了。恩人尊姓大名？不用。打完这个山头，我回京城蹭酒去。沈清燕那家伙也该请客了。谢谢。好了，以后每隔3天来换一次药。下山的时候走小路，别吓着村民。爹爹，你上次答应给我打的都好几个月了。别闹了，洗手吃饭，菜都凉了。姑娘，上回我家老头子被压在城墙底下，是你用火龙轰开石头救他出来的。他腿好了，现在又能下地了。以后你来我这儿吃包子不要钱。下次我来，给我多放点肉。好，好，好，给你多放肉。沈清燕那家伙守着镇虚司当他的掌印，苏清怡跟着他也不走了。秦川在北境砍魔崽子，林素苑在山里治小妖，周成月回家打铁带孩子。
我呢，想去哪儿就去哪儿，反正每月15回来蹭饭，顺便检查检查你们几个有没有偷懒。我要回山了。当年执掌镇虚司的时候，以为自己能终结浩劫，后来封印破了，掌印空了100年，我以为等不到这一天了。你做的比我好，比当年的我也好，比历代掌印都好。老掌印可以安心退休了。这是您给我的，您走，掌印也应该还给您。我给你的不是一枚铜印，是镇虚司。现在镇虚司是你的家，不是我的，留着吧，不用还。我在山里待腻了，会回来蹭苏清银的药粥，他的手艺比他师傅好。随时来，我给您留一间客房。愣着干嘛？找个地方喝酒。城楼，城楼风大，当初谁在那儿烧了半条街的灯笼？是他烧的，怎么了？他上次在这儿砍了至少50只。我剑上记着呢，82只，不包括密道里那几个。我砌墙也没少出力，东门那面墙我补了3回，你们知道吗？还活着就好。静温井然，他欠我们很多，替魏慎行做了不少事，但最后补阵言那一下，他是真的。静温井然。先吃饭，文叔不会长腿跑掉。你已经做了一上午了。怎么了？玉坠在发烫，以前从来没有过。不是魔气，是另一种东西。你不是金皇，你是更早的那个。多久了？这股力量？从3天前开始，玉坠一直在发烫，夜里就能感觉到，不是禁荒的那种魔气，更古老、更纯粹，而且它正在慢慢醒来。初代魔主禁渊，当年上真人族先贤舍身布下镇虚玄阵，真正要封的不是玄禁族，而是禁渊本人。他是玄禁族的始祖，力量远在禁荒之上，先贤只能封印，杀不死。禁荒只是他儿子，真正的源头从来没动过。现在他在动了，封印碎了，禁荒死了，没有人在前面挡着他了。也许是因为他等了太久，终于觉得时机到了；也许是因为禁荒的死反而解除了最后一道牵制。我需要去一趟山海，玉坠每次感应方向都指向那边。秦川的军报也说山海一带出现了未知魔物，战力远超普通玄界。这不是禁荒残部，这股力量的源头在更远处。如果有答案，答案在那里。
你还是来了。这次去很远，什么时候回来我也不知道，可能是几个月，可能更久。上次你一个人去玄渊，回来的时候手上全是裂口，我不会说你别去这种话，但这次我跟着。你说过以后有家了，我听见了。家是2个人一起走。走吧。老伯，请问前面是什么地方？别往里走。为何？那山里有东西，半夜会叫，不是狼也不是风，是有人在山底下呼吸，整座山都跟着一上一下的动。他说的呼吸，我知道。有水灵灵力在回应他，和林思玉师兄的木灵本源不同，和秦川的精灵也不同，里面的东西在沉睡。与水灵本源同源的力量，比我更古老，至少沉睡了几千年。他在等我们。走了几千年的路，我们替他走最后这段。